大家好，欢迎收看《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第13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冥想。我们首先介绍几个西方冥想流派。第一个是梅尔卡巴。梅尔卡巴训练法的核心是冥想和沾观。冥想可以让修行者进入静止和平静的状态，而沾观是一种视觉化练习，透过沾观上帝的荣耀和梅尔卡巴的图腾来深入探索神秘世界。此外，咒语和祈祷也是梅尔卡巴训练法的一部分，有助于修行者进入冥想状态并与上帝建立联系。其次是卡巴拉。卡巴拉冥想最常见的是集中冥想。学员需要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或概念，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主题或概念上。比如，你可以选择生命之树符号，也就是卡巴拉图腾，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生命之树的不同层次上，以探索和理解其象征意义。最后是伊斯兰冥想。在伊斯兰冥想法中，第一个方式是礼拜。在礼拜中，苏菲主义者会进行冥想，进入一种静态状态，感受到真主的存在和力量。第二是慈悲冥想。慈悲冥想的目的是透过对他人的慈悲和同情来加深与真主的联系。在冥想期间，苏菲主义者会想象自己的心脏中有一个热情和慈悲的火焰，将这种慈悲之火扩散到身边的人和整个世界。第三是圣语冥想。苏菲主义者通常会选择某些神圣的句子或经文，例如万物皆从真主而来，然后反复念诵这些词语，并专注于它们的意义和深层含义。最后是呼吸冥想。苏菲主义者会深呼吸几次，然后放松身体，并专注于呼吸。他们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并尝试使呼吸变得更深更慢。这种冥想可以帮助人们平静心境，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纵观以上的冥想方法，你已经发觉这和东方的先学佛法修炼的观想、持咒、呼吸法门大同小异。冥想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缓解你的情绪记忆所造成的负面感受。情绪记忆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即当人们无法处理情感、压力和心理困难时，这些情感和思绪会被阻塞在身体中的某些部位，例如肌肉、筋膜和其他软组织。这些卡住的情感和思绪可能会导致身体紧张、不适和疼痛感。这些情感和思绪可能会在肌肉、筋膜、内脏或其他软组织中停滞不前，形成一种累积的压力或张力。这种压力或张力可能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神经系统、淋巴系统、免疫系统和其他生理功能，进而对整个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当你回想起负面情境时，海马体会启动，该区域负责将记忆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这可能会使你重新体验当时的情绪状态。同时，杏仁核也会启动，它负责评估威胁和情感刺激，这可能会引起激烈的情绪反应。当这些区域启动时，它们可以相互影响，形成情绪记忆的过程。通过冥想，我们可以训练负责注意力、决策和控制行为的前额叶皮质，使其更加灵活和敏捷，从而更好地处理情绪和情感上的挑战。此外，也可以影响负责情感反应的杏仁核，减轻杏仁核的活动，从而降低负面情绪和焦虑的程度。还可以放松筋膜，减少身体的不适感和疼痛，从而帮助我们降低情绪记忆造成的负面效应。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冥想除了影响个人的身心，还可以影响他人，甚至影响整个世界。那么，冥想和量子效应又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以下3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为亚原子水平。亚原子水平是指物质的微观层面，即原子、分子、电子等微观粒子的尺度和行为。在亚原子水平上，物质表现出许多特殊的性质和行为，例如量子隧道效应、量子干涉、量子纠缠等。第二个概念为内在言语 （inner speech）， 它指的是在大脑中创造、保存和操纵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内部对话或对某一事件或物体的描述。内在言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思维、记忆、思考和问题解决等心理过程，同时也可以用于治疗和训练等方面。第3个概念为心理意象 （mental imagery）， 它指的是在大脑中创造、保存和操纵的图像，可以是现实中存在的物体、场景或事件的再现，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物体、场景或事件。心理意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知觉、记忆、想象和思考等心理过程，同时也可以用于治疗和训练等方面。心理意象和内在言语都是认知过程，涉及创建外部刺激的内部表征。这些过程被认为是由包括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颞叶皮层在内的大脑区域网络介导的。从亚原子水平上，这些过程可以用量子场的相互作用来解释。量子场是无形的能量场，遍布整个宇宙。这些场不断波动，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现实的基石。当我们进入想象或内心说话时，我们本质上是在操纵量子场。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思想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即使它只是暂时的。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过程会对我们的物理现实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想象自己在锻炼的人更有可能实际锻炼。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头脑中排练演讲的人更有可能发表更好的演讲。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内心语言和心理意象可以对量子纠缠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观察纠缠光子时，要求人们专注于特定的想法，会更有可能看到光子以该特定的想法相关的方式产生行为。另一项研究发现，要求人们想象自己与另一个人产生纠缠，会更有可能经历类似心灵感应的现象，例如感受到对方的情感或思想。如果2个人能够同步他们的思维，他们可能够通过心灵感应进行沟通。这些可能性是无限的，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的研究发现将会令人振奋。以上这些研究表明，可视化、心理意象和内心语言可以用来影响我们的物理现实。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过程并不总是有效。这些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个人的动机、形象的清晰度和练习量。冥想在亚原子水平上研究最深入的影响之一是它对大脑伽马波的影响。伽马波是一种与注意力和学习相关的高频大脑活动。研究表明，冥想可以增加伽马波的力量和连贯性，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冥想在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方面如此有效。冥想也被证明对身体的神经递质有许多影响。
神经递质是允许神经元相互交流的化学物质。冥想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些都与幸福感有关。那么，冥想要怎么改变世界？从亚原子层面来看，量子纠缠、生物电磁场、筋膜理论和集体冥想都可以看作是同一底层现实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现实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其中一切都与其他一切相连。当我们冥想时，我们本质上是在调谐到这个潜在的现实中。我们正在与渗透整个宇宙的能量场连接。这个能量场被认为是所有创造的源泉，它被认为是我们自己意识的源泉。当我们一起冥想时，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可以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强大能量场。我们正在发出爱、和平与和谐的信息。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所有众生都相互联系，每个人都受到同情和尊重。集体冥想改变世界的过程仍然是个谜，但有证据表明这是可能的。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一起冥想20分钟的一群人，能够将他们附近的犯罪数量减少25%。另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一起冥想30分钟的一群人，能够将他们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10%。这些研究表明，集体冥想可以对世界产生真实且可衡量的影响。集体冥想是创造积极变化的有力工具。通过一起冥想，我们可以连接到相互关联和统一的潜在现实。我们可以发出爱、和平与和谐的信息。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所有众生都相互联系，每个人都受到同情和尊重的地方。看完以上的说明，你是否更应该勤加练习第一集的凝思，来改变身心，改变世界呢？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留言、按赞与分享。点击下方订阅，持续锁定关注微仙学修炼课程频道，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